大家知道为什么泰柬边境总是爆发冲突吗？因为太热了，所以大家呀脾气都不太好。平时双方见面都是双手合十，温文尔雅地说声萨瓦迪卡，但只要涉及到那几块界碑往哪挪2米的问题，立马就是阿瓦达索命，空气里瞬间就只剩下了硝烟和血腥味了。时间来到2025年12月，东南亚的泰柬边境给全世界整了个大活，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充满了现代赛博朋克与丛林土味暴力美学结合的局部战争。这事儿啊，讽刺就讽刺在2个月前，大洋彼岸的董王还在推特上高调宣布，在他的亲自斡旋下，泰柬2国在华盛顿签署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当时那场面，董王站在中间，两边领导人握手，镁光灯闪得跟迪厅似的，大家都以为啊，诺贝尔和平奖又要发货了。结果这协议的墨水还没干透，博维夏斯的炮火就先把这纸协议给扬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在地缘政治这个草台班子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盘一盘这场泰柬边境大乱斗，看看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门道。先把时间拨回到2025年12月7日，地点博维夏斯。那么熟悉东南亚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啊，那是泰柬2国的祖宗牌位，谁丢了谁就是不孝子孙，谁拿回来谁就是民族英雄。起初外界看着新闻通稿，以为这又是一次例行的擦枪走火，毕竟2国边防兵闲着没事互扔手雷是传统的民俗活动。但这一回不仅不是擦枪，简直是把弹药库给点了。根据媒体后续披露的震撼数字表示，短短48小时内，在泰国境内的素林府和奥夺棉吉省交界处落下了将近5000枚火箭弹，这是相当于正儿八经的苏式大兵团作战的饱和攻击。柬埔寨军队这回没跟泰国人客气，直接掏出了压箱底的宝贝 BM-21冰雹火箭炮。这东西虽然是苏联冷战时期的老古董，看起来啊充满了岁月的包浆，但在丛林里它就是绝对的真理。你想想看，一辆车40根管子，一个连齐射，那就是几百发高爆弹像下雨一样的覆盖过去。在那种茂密的热带雨林里，你泰国军队单兵装备再好，美式战术动作练得再标准，在火力覆盖面前，那都是众生平等。柬埔寨这招啊，叫做乱拳打死老师傅。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论单兵素质，论重装备的精良程度，自己肯定不如泰国那帮喝洋墨水的。但只要我把这一片区域都变成火海，不管你是谁，都得把头缩回去。当然，如果只是火箭炮洗地，那还只能算是传统异能。真正让这场冲突变得让军事观察者们都跌破眼镜的，是柬埔寨这次玩出的新花样——无人机海。柬军这次使用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泰军一开始都被打懵了。他们习惯了传统的阵地战，等着对面的步兵冲锋，或者等着对面的坦克呀开出来对轰。结果对面根本不冲锋，先是火箭炮洗地，把你炸得晕头转向，然后当你刚探出头来准备反击时，嗡嗡作响的无人机就到了眼前。泰国这边不仅士兵阵亡，边境的村庄更是瞬间变成了炼狱，数万名泰国和柬埔寨平民被迫拖家带口，在这条所谓的和平边界上狂奔逃命。学校停课，道路封锁，曾经繁华的贸易口岸，现在只剩下了燃烧的轮胎、废弃的车辆和哭喊的难民。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禁要问，这仗到底是怎么打成这样的？这就得剖析一下双方的战术逻辑。这就好比啊，是一场拳击赛，一方是体重优势巨大的泰国大象，另一方是体格虽小但路子极野的柬埔寨平头哥。柬埔寨军队很清楚，跟泰国打正规战是找死。泰国的 M60、VT4 那都是硬茬子，真要拉开架势打，柬埔寨那点家底还不够塞牙缝的。所以柬军的策略非常好，核心就3个字：隐蔽、饱和、不对称。以前火箭炮是阵地战用的，现在柬军把它们当狙击枪用。打完一轮齐射，趁着泰国人的反炮兵雷达还没开机，卡车这就挂挡跑路钻进丛林了。而在茂密的热带丛林里，传统的热成像和雷达效果其实不好，但对于小型无人机来说，
却是天堂。他们可以在树枝间高度穿梭，专门找太军的炮兵阵地和指挥所。太军的好几辆昂贵的自行火炮就是被这种神出鬼没的手段摧毁的。再加上简军根本就没想打进泰国境内，他们就死守在博威下寺周边的高地。只要我在山上架起炮，你泰国的平原就是我的靶场。不求有功，但求恶心死你的战略，让泰军极为头疼。再看泰国那边，泰国皇家军队在东南亚那是出了名的装备万花筒，从美国的 F-16战机到瑞典的鹰狮，啥好东西都有。面对柬埔寨的挑衅泰国的反应其实非常标准。泰国空军的 F-16第一时间就挂弹起飞了，理论上这就是降维打击。你说 F-16要炸 BM-21，那不是老鹰抓小鸡吗？但在实战中，泰军飞行员发现自己是在用大炮打蚊子。丛林太密，简军藏得太好了， F-16在天上盘旋半天，往往只能炸个寂寞。而且泰军也不敢飞得太低，毕竟柬埔寨手里也有不少便携式防空导弹，万一真掉下来一架，那面子可就丢到太平洋那边去。于是泰国军方虽然嘴上喊着自卫反击，但身体很诚实。为了挽回面子，把重炮部队拉上来进行地狱方格式的覆盖。你想想，双方虽然还没正式宣战，但边境上空已经是弹道纵横了。这一点我要夸一下泰国。第二军区的动员速度很快，边境的疏散也很有章法，说明泰军虽然平日里忙着搞政变、搞商业，但正经打仗的底子还在。总的来说，是泰国拿着金饭碗 F-16，却要在这个充满了烂泥和蚊子的丛林里去砸碎柬埔寨手里那个破瓷碗火箭炮。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尴尬，更是经济上的血亏。这场仗在丛林里打得热闹，但最尴尬的人其实并不在战场上，而是在华盛顿的白宫里。前面不是说了吗？美国特朗普政府曾经在10月份宣布，在华盛顿主持了泰柬两国的和解峰会，还签署了一份什么联合声明。结果呢，这份所谓的联合声明在东南亚被媒体戏称为厕纸协议，人家连擦屁股都嫌硬。那为什么这份协议崩得这么快呢？因为美国人的调停逻辑充满了美式的傲慢和商人思维，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美元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不就是为了个破庙吗？来，我们签个协议，共同开发边境矿产，美国企业来投资，大家一起发财，别打了。这逻辑听起来很美，很符合华尔街的口味，但在泰国和柬埔寨两国的眼里，这就是何不食肉糜。博威下寺的问题，那是钱的事儿吗？那是民族尊严，是主权，是祖宗基业。跟两个民族主义情绪爆棚、历史积怨深重的国家谈共同开发，就像是劝两个正在争夺抚养权的离婚夫妻说：“你们把这个孩子切开1人1半吧，这样公平。”不仅如此，这份协议里还夹带了不少私货，比如限制某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影响力。这就让泰柬双方都觉着自个儿被当成了棋子，心里早就憋着一股火。于是12月的炮声一响，直接就把美国调停成功的谎言给炸飞了。这证明了一件事，在东南亚核心安全问题上，美国的面子和美元已经不好使了。说到这里，外行看战术，内行还得看背后的故事。这两个国家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疯？原因很简单，国内都不太平，大家需要一场战争来转移视线。2025年的泰国政坛依然是一出狗血连续剧，情之跌宕起伏，连奈飞的编剧都不敢这么写。佩通坦刚刚在一场政治风暴中下台，新上来的阿努廷联合政府屁股还没坐热，面对着各方势力的掣肘。对于任何一任泰国新政府来说，最怕的不是经济不好，而是军方不开心。而对于军方来说呢，怎么证明自己的存在感？怎么证明那庞大的军费没白花？当然是打仗你看虽然我们经济增长放缓，虽然我们曼谷还在堵车，虽然我们的政治还在撕裂，但是我们在边境狠狠地教训了柬埔寨人，保卫了国土。这种叙事对于凝聚国内民心简直是万能灵药。所以你会发现泰军这次反应异常强硬，甚至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意思。柬埔寨那边也不遑多让，洪马奈作为新一代领导人，虽然接班有一阵子了，但还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经济转型的困难，年轻人的就业率低，外部投资的放缓。这时候没有什么比一场卫国战争更能确立他的威望了。而且别忘了，他爹洪森虽然退居2线当参议院主席，但那是真正的太上皇，也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狠角色。洪森当年呀，就是靠硬刚泰国起家的，在这一点上啊，这属于这个家族的传统异能了。那对于金边的精英来讲啊，边境打得越凶，国内反对派的声音就越小。大家都在忙着仇恨泰国人，谁还有空去管物价上涨呢？所以说，这场冲突本质上是太检两国政客们心照不宣的一次政治团建。苦的是边境的百姓，笑的是曼谷和金边的权贵。最后最头疼的还得是东盟，这个组织主打一个和稀泥，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平时大家坐下来喝喝茶、吃吃榴莲、聊聊生意可以，真要劝架，那是真没招。这次太检冲突直接把东盟架在火上烤。你想调停，美国都失败了，你凭什么？你不调停，2个成员国拿着重武器互轰，你这让东盟的脸往哪儿搁？那目前的局势正在往3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发展。首先是意外误判的升级，双方的 F-16和防空导弹都已经开机了，火控雷达都已经互相锁定了。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下，万一泰国的炸弹误炸了柬埔寨的贫民区，那局势就彻底失控了，就会从边境摩擦变成全面战争。其次是雷区效应的长期化，那既然打不下来，就埋雷，物理上的雷和经济上的雷。边境地区可能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军事对峙区，就像南亚的克什米尔那样，时不时的响2枪，大家都别想过安生日子。这也意味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将长期停滞，让投资人望而却步。最后也是最深远的影响，是无人机战争的扩散。这场冲突给全东南亚的武装力量都上了一堂生动的公开课。原来几百美元的无人机这么好用啊！小国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恶心大国。以后像那缅甸的军阀、菲律宾的叛军，甚至各种反政府武装，估计都会有样学样。东南亚的安全局势将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将进入一个低成本、高杀伤的混乱时代。这就是2025年泰检边境冲突的真相。表面上是2群士兵为了几块石头在拼命，实际上是廉价无人机对战昂贵空军的实验场。深层里是2个国家的高层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点燃的导火索，是用民族主义裹挟民意的常规操作。那背景上呢，就是美国外交影响力崩塌的缩影。战争这东西有时候就像是一场魔术表演，台上火炮连天，那是演给观众看的；台下利益交换，这才是真正的内容。只是可怜的那些在炮火中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他们不懂什么地缘博弈，也不懂什么饱和攻击，他们只知道房子塌了，牛羊跑了，家没了。这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在这草台班子搭建的世界里，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应当的，它脆弱的像是一张废纸，只要有点火星子就能烧个精光。那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看的是热闹，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那是实实在在的苦难。希望那里的炮火能早点停歇。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可以留言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让我们保持关注，保持愤怒，也保持思考。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让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